同样的预算，一条路几个月拿到护照，另一条通常要等约5年才有资格申请入籍。这里还有个坑，很多家庭过户那天才发现，我留到最后讲。土耳其护照和葡萄牙黄金签证。做身份规划的中国家庭几乎都会同时摆上桌面，但它们性质完全不同。选错的代价不只是多花钱。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，取得外国国籍法律上可能被视为自动丧失中国国籍，会影响户籍、社保和孩子在国内的升学。最根本的区别是，你拿到的是国籍还是居留。土耳其是投资入籍，通过后全家直接成为公民，拿护照。葡萄牙黄金签证正式名称是 ARI， 给的是投资居留许可。这决定了后面几乎所有差异。土耳其护照可作为申请美国1-2签证的基础国籍，葡萄牙持居留就有申根通行便利，最终入籍拿欧盟护照，但时间长得多。那门槛差多少？量级接近，结构不同。本文写作时，土耳其门槛之一是买价值约40万美元，需持有3年的房产，另有约50万美元存款或基金路径。葡萄牙房产路径已取消，目前多通过约50万欧元的合规基金，以官方最新规定为准。还有2点，很多人签完合同才注意到，土耳其没有居住要求，也没有语言要求。葡萄牙有每年最低居住天数，入籍时通常还要 A2 级葡萄牙语。但注意，这些只是本金，还有税费、顾问费、估值费和公证翻译。土耳其涉及 TAPU 过户税和契税，葡萄牙有基金管理费和居留卡规费。土耳其这条路怎么走？以购房为例，办税号，开土耳其银行账户，由 SPK 认可机构出具估值报告，完成购房并在土地登记局 TAPU 过户，办3年不可转让承诺，再递交入籍申请。主要流程通常几个月内走完，但话说清楚，没有机构能保证审批结果，周期取决于个案和主管机构的审理进度。葡萄牙是先拿居留，维持身份，再申请入籍。完成合规投资后，在移民与庇护署 AIMA 提交居留申请，领居留卡，之后按规定续签，并满足每年最低居住天数，累计约5年才有资格申请入籍。所以这条路考验时间和配合度。葡萄牙政策近年调整较多，房产路径取消就是一例，金额和合格类别都可能变，请以 AIMA 最新公布为准。接下来这点更重要，最该想清楚的不是投资，是税务和国籍冲突。关键是持有海外身份或资产不等于自动改变税务居民身份，是否触发全球征税，是否涉及 CRS 信息交换，都要逐项判断。我们的建议是，投资之前就把国籍、税务居民身份和子女教育放在一张图上看，必要时与中国和土耳其两地的合格顾问共同确认，而不是拿到身份后再补救。那华侨生联考怎么算？要分开看，它通常要求相应的外国国籍或华侨身份，家长还往往要满足境外居住年限。规则由中国招生主管部门规定，并可能调整。欧盟身份解决的是孩子在欧洲就学和长期发展，但孩子一旦取得外国国籍，国内升学安排就会改变，两者之间往往需要取舍。现在说开头那个坑，它出在土耳其的估值这一环。房产是否达标不看开发商标价，看 SPK 认可机构的估值报告，并按土耳其央行 TCMB 当日汇率把里拉折成美元核对。所以标价40万美元和估值达到门槛是两回事。还有2个坑，过户必须走 TAPU 正规登记，不能用私下协议替代，全程大量土耳其语文件和公证，看不懂就签字，最容易出事。那怎么选？看您把速度还是欧盟身份排第一。想较短时间拿到一本可用护照，看重灵活性，土耳其通常更契合，目标是欧盟成员国身份，
愿意用时间换长期价值，葡萄牙更值得考虑。有帮助的话，主页了解更多，关注我，少走弯路。我们在伊斯坦布尔，全中文团队，端到端陪同，关键节点中文书面汇报。政策和金额都可能变化，行动前请咨询专业顾问。